最近这段时间，山东舰航母的各种消息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刚刚从23天的出海训练中回来，度过自己的服役1周年的小生日，展示了一下自己初步形成的战斗力量。这才没多久呢，又出新消息了。最近就有不少消息表示，山东舰准备去往南边过个暖冬的消息。然后又是有消息表示，辽宁舰很可能在相差不远的时间，同样到了南边。不过，由于山东舰去往南海的消息已经被中国海军发言人刘文胜证实，山东舰确实已经在前往南海开展相关海域的训练。这样看来，山东舰自去年在三亚军港正式交付海军使用后，就一直在黄海和渤海海域进行训练，如今终于2度南下，再次回到了南边。在这样的情况下，辽宁舰的消息也同样引人注意了。据台湾省的消息称，大陆的另一艘航母辽宁舰也在山东舰现身的同一时间也现身台海。当然，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多军迷在讨论，最有可能是错把山东舰认成辽宁舰。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真的。毕竟山东舰在服役后一直在进行战力训练，今年还3次出海进行远海长航训练。那么安排上辽宁舰航母组成双航母编队进训练，也是很有可能的。有观察人士表示，双航母同时行动很可能带着背后深意。第一，由于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太平洋南部找存在感，并且在12月19日，还有美国海军发布的声明，说自己的驱逐舰已经穿越海峡，这是今年第12次。第二，随着这段时间在该地区频繁出现的事件，很可能已经让中国耐心不太足了，想要尽快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双航母行动是很有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匿名的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山东舰训练成果十分喜人，各级指挥员也在短时间内突破了瓶颈，让山东舰的战斗力形成更快一步。在短时间内，指挥人员就可以快速指挥航母编队进行作战任务。简单来说，山东舰航母编队的实力已经初步形成了，当然这已经算是众所周知的事。那么再加上此次重新返回南海，就像宋忠平所说，势必会形成更多的战斗保障性训练。而关于双航母编队进行演练一事，军事专家宋忠平还表示，航母的战斗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大量的训练。而双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演练，这是必修科目，早晚一定会来到。相关部门会根据日程安排来进行训练，所以不管这次曝光的消息是不是准确的，双航母战斗群编队演练是一定会有的。就算不是这次，下一次也一定会出现。认错航母这件事从概率上来说，只会出现在不经常看军事的人群中，因为他们并不关心这件事。而作为军事人士，几乎是很难会出现认错这件事的。不过这次疑似事件是因为晚上看见的，也不是不可能，所以究竟是不是认错，还有待官方公布。在2020年12月17号，是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入列的第1周年。近日，山东舰正在渤海某海域开展训练任务，恰逢山东舰入列1周年，央视正午国防新闻焦距山东舰，曝光了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据节目称，近日在渤海某海域山东舰忙碌的甲板上，歼115战斗机已经连续多天高频率起降，完成了最大架次出动回收等训练任务。可能很多人不太懂最大架次出动回收指的是什么，其实它指的是在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所追求的最大起飞降落次数，而想要完成这一训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就是航母与舰载机的高度融合，还有全体官兵与其的密切形同。这也就意味着歼115与山东舰已经磨合的差不多了。算上这一次的出海训练，山东舰在其交付的首年就进行了4次出海训练，据称此次训练时间为10天。而在这繁忙的训练中，出现了迄今为止歼115出现过的最大机号数字62号。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军的歼115舰载机一直使用的是3位数的编号，而近年来才开始将其改为2位数的编号。在此次曝光之前，歼115曝光过的最大编号为33。我国为了应对军舰增长所需的飞行员，一直在加速训练飞行员，而今年以越来越多的舰载机和舰载机飞行员已经入列海军舰载机团。据国防部透露，海军最新的一批生长模式的歼115飞行员已经完成了航母昼夜着舰的资质认证，这就意味着我国飞行员的生长模式培养链路已经全面贯通。但是这一消息却引起了印度媒体的高度关注。据印度《欧亚时报》在山东舰入列1周年当天报道，就在中国航母山东舰入列1周年之际，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也在近日完成了它的细坡试验，并预计将在明年年初进行海试。印度目前所装备的维克拉马蒂亚号其实是一艘由苏联的基辅级航母改装而来，它也是目前印度海军的旗舰。但是这边印度第2艘航母还没进行海试，他们就开始打第3艘航母的主意了。近日，印度海军上将卡拉姆比尔辛格表示，
海军已经向政府正式提出了要购买第3艘航母的请求。按照印度的预计，他们的第3艘航母排水量将超过6.5万吨，而且还将配备电磁弹射系统。原本他们还想为其配备核动力推进系统，但是由于资金限制，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一计划。不过电磁弹射系统即使是美国，他们的技术也并不完善，难道印度要到中国来买吗？其次，也就是核动力航母，目前世界上也只有美国和法国拥有，但是法国的那艘核动力航母可并不怎么样，而美国难道真的能将这种技术就卖给印度吗？不论哪国战机，只要到了印度手上，没有不衰的，有的只是衰机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虽然印度一直衰机，但他愿意一直买。但眼看中国歼15弹射型都快服役了，印度的舰载机却只有这款衰机。为此，钟爱俄罗斯军火的印度近日也不得不审视第6次衰机的俄罗斯米格29 KUB 海之点舰载战斗机，担忧其工艺。考虑近日试飞成功的美制舰载机正中美国波音公司战斗机出口印度的下怀，却引发印度国内的担忧，这是怎么回事？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度教徒报22号报道，11月底，米格29 KUB 作为印度海军当前唯一的舰载战斗机，刚参加完4国海军演习衰机了，是印度自接收这架舰载机以来第6次衰机事故。虽然苏30 MKI 也常衰，但米格29 KUB 舰载机的衰机不是印度海军自身的问题，而是老旧的俄罗斯工艺实在不行。据悉，俄罗斯称其为4代半战斗机，但事实证明，米格29 KUB 与宣传中的严重不符。老式机械扫描雷达与普遍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相比落后太多。同时，米格29 KUB 虽然标注多用途，但由于中型舰载机的载弹量不足，航程有限，实际作战也受到限制，且不具备隐身性能，电子作战手段单一，让它在现代海空战场上的生存能力低下。印度这样衰着，中国歼15弹射型舰载机出来了，印度也终于醒悟，考虑更换先进的舰载机。但是换什么舰载机，却让印度头疼。直到近期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成功从陆地机场的滑跃跑道起飞，证明该战机能够从航母滑跃式甲板上起飞的能力，让印度海军心动，有意向购买超级大黄蜂替换老旧的米格29 KUB， 也让一直向印度推销战机的美国波音公司喜出望外，正中战机出口印度的下怀。但是印媒却跑出来劝阻，其中印度教徒报更是表示，若印度海军执意选择美国超级大黄蜂来替代俄制舰载机，势必会造成俄罗斯对印军火销售，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俄印关系。这方面稍微关注印度军火就可以发现，俄罗斯军火长期占据印度进口武器的40%到50%，特别是在战斗机方面，一直以来都是苏系战斗机主场。中印对峙期间，印度优先采购阵风战斗机，也没有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直向印度推销的 F-16和 F-21，可见印度的考虑综合因素，除非美国考虑向印度出售 F-35舰载版，不然印度还真不一定采购美制舰载机。即便波音公司对向印度出售还挺有信心的，但对于印度来说，俄罗斯军火以及俄印关系的地位也不是能轻易撼动的。而且美制战斗机对一直使用俄制战机的印度也是一种麻烦。看着印度选来选去，小编来赌一把阵风 M 型战斗机，毕竟印度近期对阵风战斗机的喜爱已经把它吹上天了。再来，印度今年既然疯狂军备，不考虑20架阵风舰载型，在军备竞赛上越陷越深，有点可惜。